梦的时候也互相检点一点。你说万一在梦里边我做点什么不太规矩的事儿，到时候怎么算？因为做梦被告上法庭的不是没有啊。你们搜一搜，一姑娘晚上做梦梦见男同事了，把她怎么地了，结果姑娘就把她起诉了。男同事说我真没有，那不对，我那天感受特别对。哎，罗比川，你的粉丝灯牌灭了。今年钢丝节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开除郑老师。哎呀，没有正好的钢丝节圆满成功了。朝阳群众说不对，开除正好怎么会通知黑粉呢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他们说有内部消息吗？至于哪个社团的消息咱就不知道了。美好期待说郭德纲艺高人胆小，特别好玩。对，那你听着好玩就行。我的灯牌是什么颜色？你灯牌亮了。北京美食姐冒号说一些往坑里带的聪明的郑老师肯定是不回答的，也可以回答，他没到脚面呢。女王大人说都一边去，梦里我承包了。什么豌豆射手冒号说郑老师我学了个成语退避三舍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。对，30里为一舍，我退30里叫退避三舍。钱麻麻冒号说我也梦见过跟老郑约会逛街，没聊几句呢就被女王碰见了，给我收拾了。这个女王啊，这个梦里也管，这家伙。今天没休息好，没有精神。休息好了，今天回来还睡了一会儿呢，只是没敢多睡。这主要就是没有黑粉，不精神。驻村工作队长冒号说黑粉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郑老师还需要钢丝节去搏名吗？还需要演出费吗？那肯定更需要，那肯定要给更需要的人吧。谢谢成全建哥2个人的桃罐头鱼。海洋爱的钱麻麻，你太害怕女王了。谢谢4567的小蛋卷。60090冒号说网上说，那你到网上问问去。郑老师你骂人了，女王我没骂人，我啥时候骂人了？柠檬冒号我那次梦见郑老师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围裙在那儿炒菜呢。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围裙，我是顾前不顾后啊，我是。镜头有点偏咱可以挪挪嘛，这样行了吧？老师每天听着你的声音入睡，算不算出轨？这个不太好界定，那看你喜欢我到啥程度呗。黑粉都拉黑了，你还找黑粉呢？不，这个那种违反抖音规则的必须拉黑，那种进来就骂街的我们欢迎。抗猫有悔冒号说老郑我每天都要带小孩学习，没有时间看你的直播，都是第2天看录屏，以后每个月你发一次跑车，谢谢抗猫有悔以后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跑车，就算是补票钱了。看看人家抗猫有悔，人不到，人跑车到。哎呀，1个月1个，你哎呀，行，我拿本记上，我就这个收入我当工资了啊。咱能保证几号不？大侠冒号说都说老郭最近几年江郎才尽，最近一看肚子里还是有很多货。这个刚黑呀，他在诋毁郭德纲的时候，他会用放大镜显微镜去看郭德纲的。
啊，就像黑粉诋毁我不也是吗？什么我后边的衣服什么乱套了，什么一个屋里都不整洁了，在宿舍也乱，自己住也乱，他就不知道我有多少东西。我宿舍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搬完呢。什么？马德兰说是光膀子，不是光屁屁，光膀子系个围裙，你琢磨琢磨，你可以忽略了。我上个手机提醒，镜头还是有点偏，那不是我这椅子晃的，可能是。但我往这边点，哎呀，一天上事儿可多了，这回行了吧？哎，我偏这边点，这年底了，你还没搬完，没搬完，东西太多了。你想吧，我一个宿舍一张床搬出来的东西，2居室没放下，你想想。就这屋里本来呀是那个整体装修，大衣柜什么的，这空间还是挺多的，装满了还富裕这么些没装下呢。后面的衣服，女王也说过，是真惯着粉丝啊，那咋办呢？还是有点偏就偏吧。马上买别墅吧。哎呀，付首付其实也能买，这不就是不想背一屁股债吗？这个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控制自己呢？不是说不能嘚瑟，可以嘚瑟，但是呢，嘚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嘚瑟。我要是撇家舍业的，就把家里积蓄拿出来付个首付也能买，有什么可不能买的呢？问题就是你后边欠一屁股2肋的账，你图啥呢？断舍离该扔就扔吧，没有该扔都新的。各位，这个直播咱不是多少有点小收入吗？然后这不就开始武装自己吗？买点衣服不过分吧？对吧？你直播也得穿嘛，买点衣服。你看这个就新买的，这个昨天洗完了晾干，今天穿的。没有必要贷款买房子，那是我对。谢谢淘喜送的526，我不是没有必要贷款买房，我就是不想对加2件，我就是不想欠一屁股2肋的账。女王大人说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你可以直接说，我也说过你乱，你直接欧，反正我照样驱你。那个黑粉也说我乱。风月小先生冒号说，郑老师最难搬的应该就是书，书是我最先搬完的，衣服是我最后搬完的，杂七杂八这些乱七八糟东西，是我第3个搬完的，剩下的那些就塑料袋就拎回来的这个小来小去的这个，就认为这辈子都不可能找着的，这回找着了的，完再往下就是买了根本没啥用的，比方说什么烧烤的炉子呀什么的，就自打买了就没用的，就放在那儿了。桃子树下吃桃子说，郑老师不用为了直播买新衣服，你不穿新衣服直播，我们更爱看。这不想嘚瑟嘚瑟吗？要不然你说挣那么些钱是吧，不得花点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都值得尊重。我实在是没地方放。什么？昨天开工资了，换手机了没？没工夫去。一直想换手机，钱也预备好了，只不过就实在没工夫去。哎呀，你想想吧，每天下了直播就已经11点半了，11点半兴奋睡不着，然后躺在床上玩会儿游戏睡觉。咱这玩意儿睡觉一睡着了还踏实，拉着窗帘，屋里黑着，再戴个眼罩，一直就睡到转过来11点多，快12点了。吃点东西1点多了，穿身衣服就奔剧场了，对吧？到那2点钟开场吗？有的时候2点半出门，到那儿演完回来4点多、5点多回来了，5点多回来了，愿意吃东西吃点东西，不愿意吃东西躺着又睡了。睡到9点，这不又开始干这活吗？周六周日奔顺义带货去了，所以说一天还是挺充实的。蓝蓝的白云天冒号说，德云社的都是才子佳人。郑老师在北京买房了，没有租房的，这个房租的还确实挺贵的，因为离大石栏比较近嘛。
郑老师搬家到西安来居住，西安的房价今年特便宜。我很喜欢西安这个城市。哎呀，西安的博物馆，哎呀，我太喜欢了。碑林这回装修以后，好多碑的位置找不到了。原来西安碑林的那些碑放在哪儿如数家珍。这个重新装修以后，我最近去了一趟嘛，哎呀，转了转，好多碑我得重新找了。离天坛近嘛，特别近。网购手机不，我一般换手机就直接到西单那个苹果专卖店去，因为我觉得跟活人交流我比较方便。小草芬芳说：“郑老师，你的房价贵是因为挨着医院的缘故，我这不挨着医院。哎呦，我这挨着那个大石栏比较近。天坛堵老郑去。郑老师睡眠真好，哎，还行。主要是不会操作，对，我这不到那儿去，人家就都给我干了。而且我每年换手机都上那儿去，人家把我那个手机一输进去，就这些年换手机的记录就全出来了。庄老师有时间来我们曲阳北岳庙来玩吧，北岳庙里边碑刻也挺多的，谢谢。什么？工长张师傅装修说用国产手机多好，郑老师，我们这儿不讨论国产还是进口的话题。1553人正在房间外边观看，我拍一拍。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，感谢大家点赞。郑老师，雪后的故宫去逛过了吗？哎呀，刚才你说我想换个电话都没时间去，哪有时间去逛故宫去？等什么时候，比如说今天给我少安排一场啊！德云社今天中午没给我号场。你说说大石栏哪里租的房子价格吧？我说离大石栏近，我没说在大石栏租的。大石栏周围都是平房，哪有楼房？北京美食姐冒号说，来德云社前，郑老师在东北就很优秀，别担心郑老师的住房问题。闲人冒号说，郑老师，红军老祖和盘古哪个先出现？我觉得应该是盘古。为啥要每年换个手机呢？因为买的时候多交了那个换的钱了。郑老师在友谊医院附近吧，差不多，就虎王桥。盘古开天地，一气化三清。就别讨论郑老师的住址了。下个月老有夜场底直播怎么办？没有，我们这个联合队就周一有晚场，剩下都是下午场。红茶冒号说，我觉得金箍棒是最牛的兵器，所以那个黑神话悟空在国外的时候，外国人就不理解，这猴怎么老提溜个棒子呢？他就不能换个刀吗？不能。月的独天冒号说，郑老师的吃住行从小到大就没愁过，和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天地之差，什么天差地别，也不是。哎呀，郑老师每年换手机需要补多少钱？不知道。不是你买的时候不有一个保险吗？就是坏了以后人家给你免费修那个保险，然后你不是就是半价买下一个手机吗？先有盘古后有天，我比盘古还在先。
你说你用苹果手机，明天黑粉又有话题了，无所谓的事。点到为止说盘古一气化三清，然后截教、阐教、人教，不管谁赢了都算盘古赢。女王大人说定海神针有4根，如意金箍棒是其中1根。我想想啊，不是定海神针有4根，上古神兵就是叫棒的，好像是6根，是6根是几根啊？各有各的名字。路西法王冒号说：“郑老师，去同城涮肉提你，吃完了是不是可以抹嘴就走？不行，你不替我之前的账还上，你好意思走吗？”老郑别闲聊了，给我们捞点干的，你想多干？啥？红军在前，元始天尊自称化身盘古开辟天地，嗨，这就没法聊了，对吧？那他自称，那这玩意儿咋聊？音乐说保险涨价了吗？啥叫保险涨价了吗？不知道呢，没去呢。飘1279冒号说德云社有员工餐厅吗？德云社第一没有员工餐厅，第2没有职工宿舍，第3德云社没有基础工资。这3个我回答的准确吗？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随心铁杆兵，如意金箍棒。飘1279说回答的很好，其中3清都能化身盘古，不分先后。张老师说有6个。天乐冒号说你就聊聊6根定海神棒吧，这玩意儿咋讲呢？有好多故事没有。红兔子冒号说德云社不养懒汉。这话咋跟大家解释呢？就是德云社工作的人，德云社工作的所有演员一共分2大部分，一部分呢是郭老师的徒弟，是靠招生招来的，还有一部分呢是德云社的员工。这个员工呢或多或少的呢是跟郭老师多少有点交情的啊，至少是跟郭老师有点这个往来啊，至少过去认识的。说一点儿都不认识的，就连介绍的那个人郭老师都不认识的，那就是我了。要怎么我是边角料呢？要怎么这个寄生主播拍着桌子敢直接说？你不用说谁是寄生主播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寄生主播。所以在寄生主播的眼睛里边，墙倒众人推，是吧？不是众人推倒墙。就你这个身份，你还敢滋毛？不开除你，开除谁呀？当初7月风波的时候，押宝押的就是开除正好，所以这个梦到现在也没圆上。谢谢牧马人九哥的桃罐头鱼，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吧？所以德云社的演员一共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郭老师徒弟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云字是刚开始就跟着郭老师干，鹤字头鹤2鹤是招进来的，后边就考试考了。剩下的或多或少都是认识郭德纲先生或者是介绍他来那个，领他来那个，跟他一块儿来那个，认识郭德纲先生。唯独一个就连介绍那个人都不认识郭德纲先生的就是我。郑老师不就是个打工吗？对，
在过去戏班里，我这个身份我们叫搭班 S 打头的一大堆英文字母说，你现在不在德云社演出了，你看节目单，你看完节目单你再进来问我这话不行吗？模型飞机说，老郭很给王志涛老师面儿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人家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师傅。当时接到我师傅这封介绍信以后就说，怎么安置呢，是吧？也不认识，也不了解，也不知道这人啥样。后来郭老师说，先来吧，然后再说。王先生把信都写到这个程度了，来吧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老郑，对，我在德云社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，远到了什么程度？边角料都已经把我说尽了，能理解吧？要不然寄生主播也不能笃定了我是那个失败者。点到为止说，郑老师曾经说过，一个唱戏的离不开化妆师，郑老师就是德云社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当年我跟齐鹤涛说过这样的话，说你们在郭老师这儿学相声，学完了相声不走，在德云社演出不叫闯江湖。什么时候你在你师傅这儿学完了能耐，出去演出去了，叫闯江湖。谢谢小鱼儿的咻一下的跑车。然后齐鹤涛不是回内蒙演去了吗？演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齐鹤涛跟我说，郑老师，我现在太理解你说的这个话，你在德云社演出那都是你的师兄弟儿，对吧？不给面子能不给到哪儿去？台前幕后都有个照顾。这回我离开德云社了，我出去演去了，闯江湖，那真叫闯江湖，懂了吧？什么叫闯江湖？各位，就是你吃的每一粒米，喝的每一口汤，都要拿能耐换。我不知道我说这话你能不能正确理解？你吃的每一粒米，你喝的每一口汤，都要拿能耐去换。只有你先把能耐这个做出来了，下一步才有人情世故。说我什么能耐都没有，全凭人情世故，那太难了。那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里边啊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对不对呢？对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完成了打打杀杀了，理解了吧？江湖先是打打杀杀，然后才是人情世故。没有打打杀杀的能力，谁跟你讲人情世故啊？背着包闯江湖，你哪怕只会一招半式呢，你也得会一招半式。你不能什么都不会我就要闯江湖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各位。就像比如说规定啊，规定今天演出比如说到10点半结束，正好今天你传底，我加翻场必须10点半结束。为什么？我多演半个小时，剧场的店是不是钱？服务员有没有意见？我多演半个小时，服务员是不是晚回家半个小时？但是郭老师的徒弟说今天演大了，我多演半个小时，甚至我多演了1个小时。回头一问，你怎么演这么大呀？啊，对，我那天我演大了，行，下回注意吧。能理解吗？员工要遵守制度，徒弟里边
有人情。衡山之阳冒号说，我特别理解郑老师，我就是在不认识的地方开了个做图的店，那都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，对，那叫江湖了。先有打打杀杀，你得先有这个本事，然后才有人给你讲人情世故。点到为止说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是他爹成功以后才有了人情世故的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他爹当年打打杀杀的时候，他还不记事儿。所以为什么黑粉就敢那么坦然的说钢丝节怎么没有你呢？是吧？他怎么不问张云雷钢丝节怎么没有你呢？他怎么不问那谁郭麒麟钢丝节怎么没有你呢？他为什么要问一个叫正好的钢丝节怎么没有你呢？是因为你本身就是边角料，说你是边角料都把你往中心靠了，你钢丝节就应该没有你，所以才那么坦然的问你钢丝节怎么没有你呢？完了，你快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哦，眼底冒号说，因为你在意。我为啥不在意？你的意思是我在意钢丝节还是在意德云社这个平台呀？那我为啥不在意啊？我在德云社工作，关系到我的前程，我为啥不在意？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说说道理。因为你在意，我也没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我也没修仙，我凭啥不在意？我为啥不能在意？嗨，感叹号，魏先生冒号说，你只不过是一言堂，别人不能说话而已。那你现在干嘛呢呀？你现在干嘛呢呀？你是不是觉得就我可以说话，你只能打字？那为啥头条上那些人屏蔽了不让我打字？他都能在头条上打字骂我，我给他回复一条，他都把我禁言了，那不还是说明写字也可以交流吗？写字不能交流，国家保留报纸是干什么的？